冲突1年多，把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给打趴下了。现在开始他们对美国阳奉阴违了，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中国才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大家好，我是吕哲。关于已经持续1年多的俄乌冲突，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啊。虽然欧洲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冲突，但是它却成了这场冲突中除乌克兰之外最大的输家。相较于此前的分析，经济数据我想才是最好的回答啊。最近，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德国今年1季度 GDP 同比下降了 0.3%， 德国工业产出遭遇12个月以来最大跌幅。而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德国 GDP 是下降了 0.5%。你想，连续2个季度 GDP 都下降，已经构成了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了。德国业内人士预计，德国经济还会持续性的衰退。你想，这个欧洲最大经济火车头熄火了，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在冲突一开始，欧洲跟着美国对俄罗斯发起全方位的制裁以为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就能大赚一笔，或者说用能源禁令把俄罗斯逼到墙角，以获取更廉价的能源。好了，事实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剧本来演。俄罗斯庞大的能源和资源使其面对西方经济制裁最大的底气。普京宣布直接用卢布结算天然气，瞬间把卢布汇率拉到了比战前水平还要高。而跟着美国对俄罗斯实施能源禁令的欧洲也是饱受能源价格飙升之苦。欧盟下禁令对俄罗斯能源进口实施限制，但是美国自己却悄悄继续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甚至还以4倍的价格在倒卖给欧洲。你说再加上北溪管道被炸这事儿持续推高欧洲能源危机和通胀危机。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国，也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高通胀成了德国经济萎靡的一个关键因素。能源价格的不断飙升和高通胀的加剧，也加速了德国去工业化，包括像化工、钢铁、电力工业等高耗能的工业都开始往外迁出。而此时德国就趁机出台优惠政策，吸纳这些欧洲外迁的产业，实现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政策。除了在经济上被美国收割，欧洲还得配合美国继续往乌克兰输送大量的资金和武器装备。你想，这冲突消耗的不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更是背后的欧洲和美国。但是美国的能源商、军火商还能够收割，把钱财反流到自己的口袋里。欧洲呢，只有无止境的消耗最讽刺的是，俄罗斯甚至因为经济增长重返到全球前10大经济体了。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经济衰退也是咎由自取，但是让人不解的就是在失去俄罗斯廉价能源的同时，他们还计划得罪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市场哪儿呢？中国。之前德国专家曾分析，德国在新世纪保持经济增长繁荣，得益于俄罗斯廉价能源和中国的庞大市场。但德国现在2个都要得罪。德国总理舒尔茨一直在卖力呼吁德国应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不过德国龙头企业都在进行抵制舒尔茨的说法，包括巴斯夫、大众、西门子等一众德国企业都表示不会放弃中国市场，并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虽然美国的最忠实的盟友们口头上一直喊着要跟中国脱钩，但数据却是实在的。而加拿大、日本、韩国的对华投资也在暴涨。这些美国的好盟友被美国反复收割的同时，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一定程度上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别看他们嘴上天天跟着美国喊口号，这一点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好，今天吕志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